本节目由新行政电动旗舰蓝图追光 PHEV 冠名播出。哇，行，那你们是不是进去了？等一会儿啊。真的是。你见到别的人了吗？都是很好。真的付出大量费用，我钱也付出。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荣誉职位。好的，有请陈老师。谢谢清华的介绍啊，这是，我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呢，我个人觉得还挺好的，它比较简单，但是连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上，就是说我们怎么会看到颜色？你要是问我们普通人呢，你说哎，什么东西是红的呀？那个花是红的，叶子是绿的，是吧？红的和绿的就好像是属于那个玫瑰花。但是呢，如果你要是问我们现在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吧？这个他就会说呢，红色呢是我们的一种感觉啦，事物本身也不是红色的、绿色的，是光线打到物体上，物体吸收了某一些频段，然后反射出了光线啊或者光子啊，落到我的视网膜上，然后从视神经传到额叶上，反正整个这个神经传输过程都在进行信息加工。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是红的，那是绿的。但这么一讲呢，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这光线本身无所谓红的、绿的，光子当然更无所谓是红的光子、绿的光子，是吧？视网膜也没有变绿变红，是吧？视神经在传递这些信息的时候也没有变红，你的额叶也没有变红。这整个过程中啊，没有什么东西是红的或者绿的。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红色哪里去了？绿色哪里去了？我就在这里问个问题。那请上来吧，好吧？对着同学们说吧。这那个谁啊，建华，你们几个都上来谈笑。对，这个什么？你们都是老师，不都坐在上头讲课吗？不行，我具体的问一个小问题吧，就是提到红色哦，红色陈老师的意思好像是说，受过教育的人呢，会倾向于说这个
红色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某种光波反射模式啊。但我想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个光波反射模式就是红色嘛。我也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水，表面上看水反正是一种连续的那种流动的流体，但我们今天就知道，其实它是小小的离散的离子在那里互相碰撞，是吧？那么就是说，我们尝试的那种感觉是错的，但一般人也不会说哦，因此水不存在。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样的说红色呢？某一个分子会反射出光波，然后这个反射的模式呢，这就是红色啊。可能问题就仅仅是在于说，红色的感觉是什么？没有，当然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哈。我就简单问一个，陈老师可以说明一下。对，那个叶枫他说我就提个小小的问题是吧？这个呢，他言下之意呢，我照顾你是吧？真正难的问题你答不上来，我就给你一个好歹还能够试着回答的问题。那么我也就接过他这份善意。实际上叶枫他已经把我的答案已经说了，他用这个水是什么是吧？比如水是氢二氧一或者更小粒子的这个活动，可以说红色就是它呀，是吧？红色就是这个过程，但是区别呢就在这儿。叶枫一上来呢，他说我认为是受过教育的人倾向于说红色不存在，我不是我不这么倾向。我倾向于说呢，受过教育的人，当他认真思考红色是什么的时候呢，他倾向于给出一个因果过程的描述，就像叶枫说的那样，他满可以既描述了这个因果过程，然后同时又 claim 这个因果过程就是那个红色，所以他并不倾向于认为红色不存在。是我认为。然后叶枫说，除非你是说红色这种感觉是什么样子的，你不知道。你听着就是呢，本来我们在讲红色的时候呢，没有区分红色的过程和红色的感觉。你经过这一番这个因果过程这个描述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是产生红色的过程，一个呢是这个过程所产生的这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呢却不在这个过程里。这个结果在哪儿呢？这个结果在感觉里，听懂吗？当然这是我们可以争论，我愿意听叶枫说更多，但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呢，感觉这件事情，感知和所有的这个心智活动，我待会儿只说感知就仅从一个因果过程是无法理解感知的，所以这是我这个报告的题目，这绿色上哪去了？当然了，我也不只是在问绿色去哪里了，红色去哪里了，实际上涉及感知的一切都有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个巴勒斯坦的孩子向以色列士兵扔燃烧弹，你说他全家都因为炮轰死掉了，你也可以说呢，他的这个神经活动如此这般，是吧？这个当然我们可以讲很多，但是我现在只有一个 point， 就是当你用一系列神经元的作用过程来谈论我们的爱恨情仇的时候，这爱恨情仇又没有了，更不要说心灵，大概是这样。当然了，我知道叶枫下一个说根本就没有这问题，因为没有心灵这回事嘛。
坚持稳中求进，应对之需要，完成是要求的可以发展还行吧，因为对，我觉得你应该说，你别光冲我老头子，人家今天就对你举发的。哇，也差不多了，差不多该要结束了。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首大这一期就从来就很学术的，就很关心学术讨论，可能比好多大的学校都更关心。像什么朱清华啊、叶枫啊什么的，陆丁更不用说，他就是几乎满脑子就是学术这事。那个谭校叶枫会要退休吗？退是肯定要退的。不是那个，你们怎么想？今年就是全的那个联聘表。有这自动啊。对，我就觉得你们当院长的、当系主任的，稍微要过脑子啊。明白您的意思，明白您的意思。是，毕竟像这个叶枫啊、陆丁啊这种少年天才还是少有，这正好都跑到咱们系了。是吧？今天那个讲座，我听的那个结果就是，好像是那个颜色既不在客观的世界中，也不在纯主观的世界中，我听着感觉好像就是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对，对，你说的我肯定都同意，但是呢，我得说，我想说的比这稍微多一点。陈老师，我觉得是讲述说两种解释，我不知道，我是这么理解的。是，我觉得在这个物理事物中呢，我们说寻求一个解释，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寻求一个机制解释。在生命科学中就不是，生命科学中这种机制解释之外，还有一个演化论的解释。当然，你可以说演化论也是机制，那我先不说吧，就说它不是那种还原机制啊。那么在这个我们说的心智领域，就完全隔开了。就是我们通常要的解释不是机制解释，就是这陆丁为什么生气了？你肯定问的不是一个生理学或者心理学的机制。那么反过来说，你给出这个机制之后呢，你对他生气这回事的解释力是相当有限啊，就是。我个人的认为，这个其实都是特别明显的。我的意思是说，要不是有些物理主义者出来捣蛋的话，本来呢朝如白日，现在呢我们就得费劲来说明这个，去反驳物理主义者。具体的说什么，我不是。对啊，那就是说，物理主义者呢就倾向于认为，就是说，真实的解释。就是物理解释，你可以提供别的解释，但那都是神话解释。你说真实的物理解释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提供了物理机制嘛。物理是指用物理学的那些定律啊那些去解释，就比如解释认知的这个是音乐解释算不算物理解释？算物理解释对，我的想法，粗着说呢，就是这三大块，就是一个物理世界。一个生命世界，一个心智世界，大概这么着。就是说呢，物理主义呢倾向于把生命现象可以还原为广泛的物理化学现象，对，或者活动嘛，我说现象。然后呢，心智活动呢就是可以还原为功能性的，然后呢，功能性的。在原则上又可以还原为物理学的这个不物理学，因为就是说一个层次，如果只是说原则上可以解释的话，那可能说都承认都可以。但是如果是实际上的话，没有人会。对我讲原则嘛，当然。原则上呢，如果说原则上呢，一般甚至是生命现象，原则上也可以对还原。我都是认为不能还原。
就是说原则上也不能还原。对。但是原则上不能还原，没有什么证据，就正面证据要给出科学证据。对，你看这，其实这是争点。在一个意义上呢，我不是说它不可以还原，而是呢，它还原了之后呢，它没有充分的解释那些现象。这个就要看是对谁来说，对人脑来说可能是没有，因为它太复杂了。比如 ChatGPT 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嘛，它很厉害啊。但是谁能理解它呢？没有，我们都承认不能理解它，因为里头有1000亿个参数，人大脑更复杂到实在是做不到，太复杂了。对，你会说它的还原呢，是由于它的复杂度的。对，就是由于复杂的参数，就是由于那个参数独立的参数太多，就是原则上是一回事儿。对，原则上一回事啊，不是有什么新的东西冒出来。举个例子吧，为什么在生命科学中就会有这个，就会有功能的概念浮现出来？因为生物体的活动它跟物理化学主体的活动都不一样，它是有一个主体的功能，总是针对谁有功能，就是它不是一个只是复杂度增加，就是呢，生命现象呢，它就是围绕着一个生命体。所以你是相信有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当然说，但我个人会说，那就没有证据，因为这不能凭感觉讲东西，就是要讲证据。凭感觉我都知道，但是我理解第二个就是说证据怎么去找。比如说把这个脑打开是吧？看那个东西，我们看到这1000亿个神经元，然后看到它们怎么连接的，那我们没看到其他的东西。我们为什么没看到其他东西？实际上，我们没看到脑神经元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红颜色。你要说红颜色，那也可以说，就是说你没仔细看，你仔细看一下，你看到的是光波，是吧？你就是说，我现在坚持不仔细看，我还是看到。你看到红颜色，你仔细能看出是光波。那你就学物理学嘛，学完了你知道眼睛的结构这些你都知道了，你不是不知道是吧？你要说我装着我不知道，那可以。所以为什么我举这水的例子呢？你一看啊，就是水的例子我接受的呀。红颜色也是一样嘛。你粗粗的看啊，它是红颜色，然后你仔细去分析，把物理学学完了，你知道这是分子，分子在里头有这样的结构。那你说你不相信是吗？你不相信这是分子，分子会发射出光波，你不可能说你不相信是吧？你很难说你不相信。你开始说你仔细看，我说你仔细看也看不出来。对，用肉眼当然看不出来。OK， 用肉眼看不出来。然后你下面的表述是，其实呢，你学了物理学，然后去分析，对，是吧？你就发现它是光波。这不就是说，你除了用物理学的方法来理解，其他的我就不认为是一个真实的理解。这话就还原成这样了，对吧？那你是不相信物理学吗？我相信啊，但你要相信两个互相矛盾的东西，既相信物理学，也相信圣诞老人。我觉得车老师还是，首先肯定是相信科学吧，就这个还是很明显。就是这个，他只是想说还有别的。科学说不到的事儿，就是如果按照科学的方式去要求正确性的话，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那些知识，现在就没有办法得到了。有点像是你用一个特定的筛子去筛，只能筛出它那个筛子能筛出来的东西，但是活在世界中的人还想要一些别的东西，只有这一个筛子是不够用，并不是说这筛子自己不好。我是这么理解。对，而且呢，就是有一个可以说 personal concern， 就是。一旦你认为除了这个科学给出的对和错的标准，科学所给出的真和假的标准之外呢，就都是圣诞老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的 personal 觉得极为危险的想法。不是，这是两个，因为你现在是把价值的判断跟这个科学的判断混到一起了。对于价值的判断，我个人完全是一个价值相对主义者，我不认为有什么价值真理这个东西。就是说是这样，就是说人经常有一种情感性的东西去抵触一些东西，就不想我长期的感觉说人不想知道真相。
特别是做哲学的，因为做人到哲学来哈，多半都是因为一种情绪性的需求，或者寻求安慰、寻求鼓励、寻求证明自己的能力、寻求提升自己。极少有人到哲学来，真正的是想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有什么。因为情感上他抵触真相。功利主义这东西是什么？就是像说这孩子要死的，它就是一个很无聊的真话。是让你觉得很没趣，你很排斥它，完全理解，完全理解，这个完全理解，所以也不用去太在乎它。如果你不喜欢，随他去，因为那是很无聊的事情。如果他非常无聊的事情。如果他就是一心就是抱着知道自己的真相，然后他来了哲学系，他会觉得他走错门了吗？会有个对吧？会，其实是会的。对，其实是会。我有时候说，这些同学为什么当初不在物理学好好的做下去，他跑到哲学了干嘛呢？对，这就是所以我们在每一点上实际上都在争论。你比如说真相，其实说到底，你是不是还相信物质存在是真相？而心智就不是一种真相，对吧？但就是说，如果你在乎的不是真相，所以你不用管这些东西，是吧？因为这些东西我在乎的是真相不只是这样啊！这个又是一种回避真相的方式，就给真相一个新的定义，然后就说真相不是这样，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别说，对，其实在这个争论上。倒是还真有一点，这个我记得我上次说完了之后，周濂和刘畅就说陈老师你就把真这个就让给物理学就完了，是吧？我说的这事吧，不是特别好让，为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吧，他受到很多的蒙蔽和欺骗，然后呢，他还挺快乐的，对吧？这不柏拉图说过，就是这种虚假的快乐。你说哎呀，这快乐这事儿。无所谓虚假正确，它就是什么脑神经状态嘛，是吧？但是呢，我就觉得，如果你要说快乐无所谓真和假，那我觉得真和假那真的就很无聊了。是，我也相信快乐无所谓真和假。简单的说吧，世界上有这么多信仰宗教的人，有的人就是不管是从快乐还是从人格，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很优秀的，是吧？但他信的东西，我认为他就字面上是假的嘛。但这个快乐，那跟你信真不真也不一定有那么。我现在还没有说他信的东西真不真，我说他快乐有没有虚假的快乐？对于我这样的生活者，我就是想弄清楚我的信仰或者我的快乐，我认为的幸福和值得追求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平衡，对，一个人未必能配合得好，倒是。啊，是吗？是这个意思，好像是。因为我们俩好像稍微要等慢一点。哎，你这边我来叫一个。好了。著名的狗子老师。哦，狗子老师。狗子，滴答滴来的。哎呀。打的来了。哇。打了。这是真朋友哈。真是的，哎呀！你好，你好。你来不不，18年3个绿茶。那时候我见着你还是新月呢。是啊。你现在是然后你说了，你第一句话就说红丹不太瘦。人家不行。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哎呦，丁来了，坐陈老师旁边。但问题是陈老师那个，我是肯定不能接受的。那评论都写了，还说什么？
我们前2个小学生小的就是挑战老师。来，你这3个跟我做苹果的。他这个波中之脑本来就是想说，我们其实至少自己不能知道自己是有身体的。这个就比较麻烦，就是也不是没有不麻烦。那我现在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没有一个身体，你就不可能怀疑。您是说不能有效怀疑，还是说不能怀疑？怀疑我觉得肯定还是可以怀疑。就是他首先他不能感觉，不能思想，所以他不能怀疑。他当然可以考虑这种可能性嘛。但我却讲说他没有这种可能性啊。我这个我就，就是他也疑虑，他也犹豫，他也琢磨。没有身体，只有大脑，就什么都不会发生。就是。所以，我再倒哈，就是说，您看，您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脑子呢就复制了一份，就放在锅里了。好，您的主张呢，就是说，这个锅里的这东西它没有意识活动。对的。然后呢，我想说呢，所有的意识活动呢都是有对应的物理事件的。不，但我已经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说呢，这儿有个大脑，那边呢有个物理世界，然后这物理世界呢就可以被充分信息化。输入到这个大脑，这就是回到了不是，没有到这么远，因为我们是想澄清您的思想嘛，对吧？就是说，就是先把那个我们都能接受的那些地方都弄出来，然后呢，我们再看您到底比我们这些主流的观点到底多个啥，对吧？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处处都不一样啊，真的是。打倒陈家硬。你没事吧？我怎么接这个？他咱说完了。你不习惯是吧？我习惯了几10年了，没事。就。波中之脑这个实验是要模拟身体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事儿都一样，只不过没有身体。就比如说，你可以让波中之脑做算术题，这个可以吗？不，首先他不会做算术题。为什么呢？做算术题呢，就是有一种想象，就是说呢，它有一些步骤，然后有这些步骤之后呢，它就算是做算术题了。那我想说呢，做算术题呢，它除了这些步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欲望，他想呢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这个是对，这个当然也是我不能同意。OK， 好啊，那只有大脑为什么没有欲望？这个我也不是特别 get， 就是说，就是如果您要说他没有求真之欲，这个我是可以接受啊。但是因为我是连着欲望。当然就是说，如果波中之脑我给他一个刺激，让他觉得自己在被车撞，他当然要躲。这我们把这叫做求生欲。不，我的意思是说，你给他什么刺激，他也不会觉得。不是对，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件事，就是说不是在觉得，这有俩意思，一个是说他没有那个状态，一个是说他不算是觉得。就普特南那个观点其实已经很强了，他就说你这个波中之脑，想说树叶的这个神经元状态呢，不能算作是我们通常人的那个词语状态，因为我们人说树叶呢，它就指向外边的树叶。它有一个，就像您说的，它关联到其他的活动，这不是我的思路。所以啊，就是 anyway， 就是至少普特南呢，他会承认你这个神经状态是在的。您现在是想说神经状态也没有了吗？这神经状态在。那对，神经状态在的话，那么它就那么有一些非常内在的神经状态。我说了，比如说犹豫，没有。所以这个就不能理解了，就是说为什么没有犹豫呢？人为什么一个单纯的大脑不会犹豫呢？那当然了，因为犹豫我们讲的不是一个神经状态，不是大脑的神经状态。
你看啊，我们最根本的肯定是这么一个分歧。你认为意识呢，它是某一种物理状态的上层啊，或者我至少承认有一些状态是意识，我不会强调说所有的好吧。然后呢，你说呢，同样的这个物理状态是吧？对，你认为呢，这物理状态呢，就能使得它有一个心理状态？对，我就说没有。其实你坚持的呢，就是现在主流的这种想法，就是说任何一个所谓心智活动或者心智状态，它呢都跟这一个大脑状态有关，这个没问题。所以你说呢，那个大脑状态就能全面映射这种心智状态。然后呢，在这个跛中之脑，他就想象呢，如果我们给了他这个脑子的一个特定状态呢，它是有意识的。是吧？我们最广泛，比如说能犹豫。普特南呢认为这个跛中之脑它是可以有心智活动，但是呢，它的心智活动是无效的。对，我的观点的确就像你说的一样，比它要强得多得多。就跛中之脑不会有任何心智活动，这我就说到这儿了哈，就这么强。就单单有一个跛中之脑，任何心智活动都不可能发生。我想听理由，为什么你就凭什么说在单纯的一个大脑不会犹豫？哎，我，对吧？就是说，因为当然，陈老师你可以做这样的claim， 你说他就是没有，但是我现在想听你至少得有一个发生了什么，以至于他就不能犹豫了，对吧？就是我现在想听这个理由，不是？对，正好这个球在你手里，就是我们把什么东西叫做犹豫。你呢就想说呢，只要有这种神经状态，我们就叫它犹豫，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犹豫。我觉得这是一个 verbal 的事情，就是我可以撤回来，我说这是一个犹豫状态，我们就把它不，它不是犹豫的状态。为啥？我打引号也行吗？就是总要让我说话吧，就是那就等于是这样嘛。你说这个眼睛，它炯炯有神，现在呢把这个眼睛呢拿出来了。它还是那种尺寸，还是这个光度，我们把它叫做炯炯有神。我说呢不是的，我们讲炯炯有神的时候呢，不是讲它的尺寸和光度，这个眼睛放在脸上，它才是炯炯有神。看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并不是有了眼睛的活动就可以叫做看，不是这个器官在看，而是一个完整的生物体。犹豫呢也是这样的。不是说只要有这种神经状态，我们就叫它犹豫。一个人他会犹豫所需要的条件，要比大脑状态多得多。所以我现在想问这件事儿，您能接受人这个心智活动跟这个复制了大脑之后的这个波里边的这个大脑的脑活动有一对应关系吗？这个您能接受吗？但一对应不够。对 ，exactly 对。然后我就想问，就是说它不够在哪儿？它不够在这儿。现在呢，我们在一个没有道路的星球上吧。你现在呢，把一个汽车复制到那儿了。对。好，这个汽车呢，跟你地球上汽车呢，跟我们开的汽车一模一样。OK。我说呢，它不是。因为呢，我们讲到的汽车呢，不是说一一对应就是汽车。那么我们的意识呢，是在炯炯有神，汽车等等这个层面上呢，我们有意识。那我能不就是依您前面这个说法，我能不能这么说？就是说，这个汽车之所以放到那个没有路的星球上，它就不是汽车了，是因为它不能跟恰当的其他物品形成恰当的连接。我可以这么说，当然可以。OK。当然我更想强调意识跟人的整体之间的关系。就有点像说，庄生他梦见了一个蝴蝶，人们会想象呢，只要那蝴蝶在那儿飞，他就可以想象有一个蝴蝶在那儿飞。我想说呢，他得想象那个蝴蝶在它的正面或侧面在飞。他在想象的时候，必须把自己的位置也一起想象了。换句话说，心智活动是属于这个有机体整体的。
不是，味有点疼。就想问一下您，就是说您说的博中之脑，就纯粹就是没有身体的一个大脑是吧？就只有一个大脑，像那种脑机接口，那个算脑机接口没问题啊。那脑机接口接在活人身上呢，不是接在跛中之脑上。比如说，在我脑子里插一个电极啊，当然有可能使得我以为，反正产生了某种思想吧。对的，对的，这是可能的。对，这当然可能，这是当然可能。但这跟跛中之脑那个差别在如果比较简单的说，插或者没插电极都是你在认为，就是你在作为一个生物体在认为。所以您是说身体性的存在在人的意识中的决定作用？这个呢，也是一个其实是个 cliché。身体呢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要看怎么引入身体。其实现在的这个什么具身认知什么都在引入身体，但问题呢，他仍然把身体跟大脑看成是两个东西，他引入那个身体。我不知道，我这正好有一个，我的关键呢是这样，就是说是我意识而不是大脑意识，好吧？意识是我产生的，这个跟身体不身体吧肯定有关，但是呢，我不想把它说成一个大脑跟身体的关系。这个我有多大这个事儿吧，咱们再讨论，但不是大脑，就这么一个。那你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个关系，对吧？我跟你的看法有点不同，就是说陈老师的东西我都可以接受，就是然后是我想法是接受之后怎么样？我觉得陈老师，就是从科学上面吧，我特别认同您的这个结论，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就是谈论大脑跟身体之间呢，就比如说肾上腺素或催产素什么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科学把大脑和身体之间密不可分，或者说他们是一个整体，这一点讲得非常的清楚，或者说详细了吧。我从科学上面认可您的这个结论，但是我不懂为什么要从一开始我就直接要坚持一个我，到一个更整体的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点意思的问题啊。其实对我来说呢，我对意识的兴趣不是那么大，我是对心智，这个心智呢跟自我连着。我关心的就是从柏拉图或者更早，就是有哲学那天开始就一直有的问题，就是自我认知。这个自我这件事儿呢，在我们当代人的观念中呢，已经有了一个原则上说，这个原则呢是相当的系统的，就是咱们叶枫同学的物理主义。当我们在谈到自我的时候，大脑科学家他告诉你一大堆事实，得出一大堆结论。极端的说，就是我记我脑嘛，这就是都写在书里的嘛。人们非常认真的就用大脑来代替这个自我。那事情呢，它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物理主义比较受欢迎呢？就是因为它可以统一的处理。对，它是一元嘛，所有的它是一元了，对吧？但是呢，就是说你要用物理主义去处理的，你确实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自我的地方确实很多很难处理。是，就是，其实更生猛一点的东西呢，不是那个路丁在那里谈东西，因为路丁他是一个物理主义者了，所以他基本就始终是在这么一个层面来谈这个问题。下面的几个论题呢，要比那个更有对我个人来说更有生发性。第一个呢，就是按照在这个英国经验主义发展中所形成的感知理论，实际上这已经都把我们变成跛中之脑，区别只在于有一个万能的实验员在输入信息，还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大自然在输入信息。这跛中之脑听起来呢，像是一个现代神经科学给我们的一个悖论，实际上它的根子呢，已经深深地埋在了笛卡尔到洛克。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按照思想道路，最后呢，我们就走到了意识呢，就变成大脑，或者跟大脑产生的一种东西，跟身体没什么直接关系。是不是大脑需要一个身体吧，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把本体觉知呢，又放到了我的感知内容里面。
就是我在房间里这件事儿，从常识来说呢是那么的明显，除非必要，否则我不会说我在房间里在给你描述，是吧？但是呢，我在房间里就是那个认知条件。你在你的那个看到的世界里去找那个自我的在，你就找不到。对。但是呢，自我的在呢，是你能够看到的那个条件。对。这个混淆呢，我觉得是我比较核心的想法。对。陈老师那个立场就是你得对抗这种玻璃体系，你才能够达到自由。为什么强调有身体？是因为你有身体才会有行动，就是他是想说人的这个行动，因为人有行动，在这个你是作为一个 agent， 在这个层面上你才有了自我。但是你要说到 agent， 它是在社会的层面，但它首先是一个生体的层面，是吧？就是这两个东西怎么区分又怎么勾连？就最近我母亲那个出车祸之后，就一直在照顾她，每天都感觉比较累的那种。每人都有自己的艰难和麻烦。如果轮回是真的，那就不要在意此事。您会不会觉得现在大家的欲望也好，还是需求也好，都变得虚拟了？他好像对这种东西有一种崇拜，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方向是未来的一个应该实现的东西。无论现在说那些什么脑机接口啊，所有这些技术吧。一大票人是觉得乐观的，就是实现了，就是人类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什么的。其实这个对啊，所以我平常只是龟缩在我的信息茧房里。我只是觉得现在推动世界往前走的这帮人，他们的那个价值观也好，观念也好，就是衰老是一种病，可以治的。所有的这些自然中的缺陷都是可以用技术来解决的，就是特别强烈的一种乐观主义。这个不就跟你信上帝是一个道理？如果你笃信上帝就是啊，什么灾难上帝都是能解决的啊。对啊。而且这事儿你也不可能证明，也不能证伪，就是一个信念嘛。但是呢，我们能做的事儿，就是表明这信念大致是从哪来的。就是人类向何处去，或者人类的价值观向何处去这个事儿啊，那是10000个因素决定的。利肯定是首当其冲的。那我们呢，在这个意义上肯定是改变不了人类往哪去的。但是呢，人类往哪去呢，也跟观念有点关系。而且呢，你能干的不就是观念吗？是吧？那就是刚才我说的那段话，我就讲那个。但是您说了，你这学生你谁也没改变。那我就独善其身吧。独善其身，不跟你差不多吗？对，殊途同归。还要拍一个退场了，我要出去。那次你让我真特别震惊，你说那总得承认那个意识是大脑产生的吧？对，这么庸俗的话能叫你说出来，啊，这个人身攻击了啊！
没有，庸俗是我的一个标志。好吧。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不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是对的，我只是想澄清这个说法，因为我们谈意识，对吧？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手链，我意识到它是红的，我有这个红意识和没有的差别，是可以充分的从神经元上得到解释的。就是说，从物理主义的角度来讲，意识在大脑中发生，怎么说呢？是一个实在的事儿。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物理的刻画，足以说明这个意识是什么。我是对红色的知觉或者意识，而不是对，比如说味道，不是对它的颜色，不是对它的重量的知觉。那么，对于另外一伙人来说，你现在说物理主义这不靠谱，对吧？那你就有一个义务，你告诉我这个意识如果不是这么刻画的，这个它的真理性的保证如果不是从这儿来的，从哪儿来，对吧？甚至呢，我们要来区分幻觉和那个所谓真实知觉它的这个差别，我们怎么知道呢？这个我不需要知道物理学，我就能知道。不，你不需要物理学的那个知道，就不是一个靠谱的知道，你知道？对，因为你没有办法说明你说的这个感受上的区别是真的。就你看到红色，我看到绿色，对吧？凭什么？这个被看到的红色和被看到的绿色的差别真有吗？好，对，物理主义，对，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哲学问题，所谓哈，对，这个物理主义也好，路灯也好呢，他希望呢最后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是怎么着你也不能否认，这才靠谱，是大家都觉得它靠谱。对，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个，我们至少有一个苦衷吧。我们这么说，就是我其实不反对您说的这个引入周边环境或周边条件来处理人的事物的这些问题。这个引入的人，就是这个思考者，当他在引入这个更多的条件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事情变得更清楚了。但是物理主义者就老觉得你这么干呢，他就是老是有一个觉得，我们就是要干一个事儿，把这个觉得去掉。对，他为什么是物理主义者呢？因为呢，他是用来做物理学的标准，就是把觉得去掉了嘛。对，但是恰恰我想说，有些东西呢，这个觉得它去不掉。嘿。两位老师这个很长期的争论，我都是一直很清楚啊。但是我这里面还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心理包括神经元活动或者说你认为所谓的科学它跟感知的关系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好像它有一些解释不了，要不然的话那个很多的一些情绪的这种科学研究在干嘛？你没有办法我觉得可能会。OK 你要这么说我会这么来接就是我们的形式活动和社会活动是吧？这个背后的这个物理机制重要不重要？那当然这个要看情况，比如像那个非常明确的就关于抑郁症，那当然这个研究都是病理机制，那对于我们的社会中国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呢，从总体上呢，机制因果跟心智活动的关系呢，不像机制因果跟物理活动的关系。就是在物理活动中呢，你给出了机制因果呢，你就解释了它的结果。在心智活动中呢，你给出了机制呢，在一个严重的意义上，你没有解释那个结果，这就是所谓解释鸿沟。这呢就回到建华的第一个问题：科学和这个感知之间的关系，对是什么？我下面讲的都不是那种特别严格的科学史的综述，说的很简单。我呢是从伽利略的第一悟性和第二悟性这件事儿来讲。伽利略的时候呢，他400-500年前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呢，从亚里士多到我们现在呢，已经2000年了
其实我们仍然是在讨论柏拉图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问题。为什么这学术就始终没有进步呢？他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区分出第一物性和第二物性。事物的第一类性质是事物所固有的，长宽高、形状、体积。第二类物性呢，就是仅仅在感觉之际才显现的性质。我们平常说的色香味啊，等等等等吧，还有一些就更典型了，谁好谁坏，谁漂亮谁难看，诸如此类。他说呢，自打盘古开天地，大家就没把这两个事儿分清楚，就混在一起来讨论。说我们学者嘛，应该关心事物如其所是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关心事物固有的那个样子，而不是它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显然呢，我们做学术研究，当时叫哲学，后来叫科学，那么呢，我们就是要集中来探究事物的第一类性质，或者从第一类性质入手去探究事物。然后呢，如果它是事物本身固有的，你可以去测量，可以去观察。我们会争论，但是呢，这争论呢是会有个结果的，是吧？你要说争论这个孩子漂亮不漂亮，这个不会有结果。但是呢，如果你的争论是身高是多少，咱们量吧，可能也会争一争，但是呢，最后大家会有共识。那么好了，我们有了这点小小的共识，就去获得下一个共识，一步步往前走，学术呢就将进步。那么现在过了400年之后呢，我们回过来看伽利略的这个想法，这真是给我们指出了科学研究的康庄大道。但是对于感知，当整个的把第一物性和第二物性划开之后呢，你发现伽利略他关心的是事物之间的因果作用。他对感觉的兴趣呢，只是什么东西导致了感觉，他对感觉的内容，你只看到红的还是绿的，他不关心。或者说，他的基本想法是，为了好好的研究这个世界呢，你看我都告诉你这个好的路子了，一上来啊，就要把属于感知的东西，把属于心灵的东西，都从这个世界中呢要清洗出去。就像洗衣服一样，先把这衣服呢洗干净，再来探究其他的东西。那么你要问我这红色绿色哪里去了，你等于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你洗衣服 fine 是吧？但是那脏东西上哪去了？这个问题对伽利略不是大的问题，因为呢，他没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物理的世界。还有人性的世界、神性的世界，然后呢，伽利略从来就没有想从力学来研究过人，包括牛顿本人明确的说了，物理学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小小的 fraction。当然了，从物理学的角度，把心灵清洗出去不是问题。物理学后来400年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就是沿着这个伽利略指导的方向，所以就越做越好，是吧？好到变成当代人一切探究所能够依循的，或者甚至是唯一觉得可行的方向，就有想法说，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就是哎，怎么一绕弯又把这个心灵又弄回到物理学里来了？那么一种想法就是物理学特别进步之后，把心灵收进来了。比如像薛定谔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我个人呢觉得呢，可能这想法不成立。这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想做物理学，你就得把心灵洗出去。你要把心灵勾回来，那就等于让物理学变成无源之水，更自废武功。那么还有更主流的一种想法，你现在打开比较新锐的书呢，都能看到这样的话，就是意识是怎么产生的？他说大脑产生的，是吧？我会说呢，他就是把这个产生了的想象成为那样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是给了我一杯水，然后给我一勺糖，是吧？
我要把这个糖拌到这水里，我就生产了一杯糖水，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比如说我要不喜欢俄乌战争，是吧？那我就写了一份俄乌战争协定，然后呢，我还签上我的名，是吧？这个呢，它不能够产生一份停战协定。是不是这份停战协定这件事情呢，不像这糖水？停战协定呢，我签字就不行，普京签字就行，是因为呢，我们两个呢，处在社会的这个社会网络的不同的那个基点上，啊，所以呢，起作用的不是普京的那个签字，你知道吧？不是他写了钢笔字或毛笔字，起作用的是这整个这个网络。那么意识这件事儿呢？它不是我这个脑子里神经这么一活动，就像这个，我这么一混合这个水跟糖，它就出来意识了，是吧？它没有那个社会，那东西它就不是意识，是吧？因为意识它是在人类社会里面，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在我们的历史里面，在种种这些条件下产生的，也是要那样起作用的东西。那么心灵呢？它不是说我脑子里有一个心灵，或者我心脏里有个心灵，是在如此这般的一个世界上，才可以有心灵这回事儿。我引用一句话啊，我知道亚里士多德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亚里士多德这句话呢，的确是指导我思考的一盏明灯。亚里士多德说呢，在某种意义上，心灵就是世界上的一切。就是说呢，你要想理解心灵是怎么一回事，或者说你要让心灵这个东西能够存在，那世上差不多一切事物都得存在，它才能有心灵。但是把人的感受放进来的话，我可能对这件事儿有一个，你叫怎么说，叫不信任吧。因为这样的话，概念就是它不是纯粹的，我们就套用笛卡尔的那个说法，但你这个概念不纯粹，概念不纯粹呢，它就不太像是概念。你的这个概念结构呢，就跟哲学家的那个最开始的那个冲动，我甚至都不想说要求，它就是那个冲动，就是我想要这样把这个事儿做出来的这个冲动，它就是没有得到 fully 的 satisfied， 你知道，就是先就你那个表述说一句，要多纯粹，就是要很纯粹啊，就是要非常纯粹。我这么说啊，这么说很奇怪，就是要以 a priori 的方式纯粹，就是说这个纯粹是落实在它那个在先性上的，就是它得先有，然后呢，后续的呢就是对，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这个我们就可以无穷无尽的说起。我们先各表立场吧。第一呢，我就对这种绝对的纯粹性，我是不仅是高度存疑，但我根本是否认的，而且，还不仅是在理智上否认，我是在情绪上都非常否认，而且高度警惕。那当然，那毫无疑问了。那就是什么纯粹理性啊，什么，这我一听就不对了。什么叫做纯粹理性？就没有那种东西。当然，我不反感康德这么提，但是这种对纯粹理性的追求，的确是贻害无穷，无论在智性上还是在生活上。那么好，我们哲学家是不是要追求一种纯粹的概念呢？我们希望概念越纯粹越好呢？我说对的。我就想说，我们就是要尽量的纯粹，而不是绝对的纯粹。OK， 然后你就讲到鲜艳了，这个纯粹就是跟鲜艳连在一起的。就是这个鲜艳呢，是一个无我的。就这个东西呢，它就是对的，跟你认为它对，他认为它对。没关系，就是万有引力，它就是这样的。你有牛顿，它也这样；它没有牛顿，它也是这样。
嗯哼。但是我想说呢，概念不是这样的。我反复说嘛，没有一个脱离了我们对于正义的理解之外的正义。但是能不能有一种脱离了我们对正义的具体理解的关于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啊？那你的那一套就等于说，如果在物理学上能刻画这两者的区别，我就靠谱了。嗯哼。那么我们现在这么来想，给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区别都给出一串哥德尔数字，嗯哼，我们就什么区别，那都弄不脱了。嗯哼。问题呢，就是到底区别的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就说正义和非正义，咱们假设有了一个物理学上的刻画，凡是发生了这些，它这就叫正义。嗯，是的啊，我的确知道 A 和 B 有区别了，但是呢，我不知道它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因为正义跟非正义的区别呢，我非要跟财产啊、收入啊、地位啊这些连在一起，我才能明白。或者说，谈到正义和非正义，人们不是要找出一个指标来刻画 A 和 B 的区别，而是要找出一堆理解来刻画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那么呢，你就不得不引入周边情况或者周边概念。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后边就马上还会有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说，如果你引入其他的周边情况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限度的，比如说财产当然是相关的，但是呢，有些事情它就不相关，比如说天体运行，对吧？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边界，你看。我们引入哪些概念，哪些周边情况和周边概念，这有个 relevant 的问题。那么呢，我们就需要在具体引入的处境和做法之外，确立一个标准：什么是 relevant， 什么是 irrelevant。对，这就是说呢，这个标准呢必须是鲜艳的。对，这就是争点嘛。对，是的，是的，对吧？是。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呢，不是说他提供没提供一套理解，的确这个问题是，这是不是你要的理解？你刚才提到星象学，路丁成功了，我呢是星象学家，我一算呢，就算出来路丁的成功啊，因为跟星星有什么联系？但是呢，我想知道的不是那个，我想知道的是。路丁的做法跟他的成功有什么关系？路丁的教育跟他的成功有什么关系？是他的性格跟他有什么关系？这个完全等知道。光讲想要知道可能不太够吧？就是说，因为你就是从物理主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想要知道星象学跟他的这个成功的关系，就比如说他的出生年月日，我们控制这个怀孕时间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你是迷信，对吧？就是说，就是认为这个是 irrelevant。好，我讲一个不迷信的，我讲一个不迷信的。现在呢，路丁下棋总是赢刘畅，拿 AI 的算法，我马上给出了一个解释。就是路丁走到第3步的时候呢，他胜率从50%变成了50.1%，走到第10步棋的时候呢，胜率变成了60%。但是呢。它跟棋理就没有关系，因为本来我们下围棋呢，我们觉得乐趣呢是在这围棋它有好多道理。是这个，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你说我想要的是什么解释这件事儿，不能扯进来。但是我想说呢，这件事儿呢，它就是要扯进来。我们的工作是想理解人类生活，你不是想理解它在物理上的差别。你是这个意思。对呀，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问题是你的理解也得是对的呀。这正好相反。沈老师好，我是在想。就是心灵是不是也可以物理化？这
就是它有区分，但是也许它也可以物理化，只不过我们现在达不到。这个事我可能是会这么想，就是说，首先你干嘛要把它物理化，是吧？刚才比像建华就已经举了一些例子，那当然，你在那个意义上是完全可以物理化的，啊，但是呢，我所不同意的想法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物理化对心智得到一种更充分的了解，或者甚至可以通过把这心智世界物理化呢，拆除或修订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困惑。这么做的坏处，已经这太明显了，是吧？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方方面面的理解，如果笼统要谈理解呢，我会说呢，所有这些理解都是历史性的。我们的每一种理解呢，都是依托于前人的理解，然后呢，也是依托于我们是如此这般发展来的。现在呢，我们通过种种的变形，对理解呢给出了一个严格的标准，按照这个严格的标准来谈论理解啊、知识啊等等，这个历史性的维度被慢慢的取消了。那么我们比如说吧，我们本来说写一个论文好不好呢，这事儿呢，不是说给了8个指标，然后达到了最高就是一个好论文。那么我知道一个学生，他以前是那样的，他现在呢写得好一点了，我说这论文写得不错。然后呢，我知道呢这个学生之前的学生是什么样子的，我知道学术界呢大概在这件事情上达到了怎么一个看法。那么他现在写出论文，我说哎呦，这是一个好论文。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好呢，都是拿指标衡量出来的。实际上我早说了，其实嘛，大家都在worry about AI。其实呢，你去读100年前、150年前的 worry， 在性质上差不多。人类在没有 AI 之前，早就开始 AI 化了，你知道吧？你去读海德格嘛，你就读这个维特根斯坦嘛，是吧？他把这些概念都抽离出来，指标化，教育指标化，学习指标化，成绩指标化。行了，现在来一个 ChatGPT， 看你再怎么指标化，是吧？大概就这样。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于你们来讲呢，你们想说哦，这个事儿呢，就是不应该回到物理主义的标准。然后你给了一个 A 解释，我给了一个 B 解释，对吧？是的。然后你现在就说呢，我们在这个活动中呢，已经可以区分 A 和 B 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对吧？你是这个意思吧？是。我马上就要问，就是说凭什么呀？你这个关于对错的标准是从哪儿来的呀？本来就是这个事儿。陆哥，你稍微清醒一点。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啊，就是所以我只是想说哈，就是说，因为那你就应该你就应该去好好看看现实中一个人是怎么说服另外一个人的，怎么就是他有个解释，我有个解释，后来这个刘畅就说哦，你的解释是对的，所以没有诉诸物理学，不是，你应该到那里去发现什么是真理的标准。我还有一个结束的话吗？没有啊，就是跟这个。等会儿说，肯定有。你看，这就是不是你关键是你不能什么都不认。不是我不是你说我们在这说半天，你这都不行，你这不是真正真理标准，到我这儿才算。不是这个意思。你先天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没法。不是这个事说了。哎呀，但是陈老师，在生命科学里面，这些科学家他们已经开始在制造蛋白质了。如果说真的是能够复制出一个有生命的生命体，那么是不是可以做生命是物理的？另外一个反过来说 ，ChatGPT 写的论文比这个大学生写的还好，是不是非要去按照这个人类的这个发育过程去全部走一遍？就是说这种历史的，是不是真的就那么重要？你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但大致的我听你的想法呢是这样，我说光有眼睛，光有这个光波，你还是没有红颜色，你得有一个拿眼睛去看的，因为不是眼睛在感知，是吧？是我在感知。那你说干脆我们就给你造个人出来，的确为了看到红颜色，你要造出一个人来。
那他就是能看到红颜色了。但是呢，像承诺这件事儿吧，你光造出一个人还不行，光有一个鲁滨逊他还是不够。那行，我们就干脆造出一个社会来，是吧？如果你造出一个世界，就是跟我们这世界一模一样，那还有什么区别？它就没有区别，当然了，显然这个不可能了。但是这问题里面是有一个忧虑在那里，就是你刚才说 ChatGPT 写的比这学生还好，的确就在好多方面 AI 会比我们做得更好。就像以前的机器在体力上会比我们做得好，这我个人就没有一天怀疑过，哪天做出来我不知道。但是一个人怎么叫做更好？他造出了一个更好的人，这我就不是太能明白。如果只是功能性的，就叫做更好的人。那个时候呢，可能人的善好这个概念就彻底瓦解了。这是至少我会挖瑞的啊。我真的是觉得快乐无所谓，这么叫就是某种大脑状态多巴胺分泌。那跟刚才说的宗教信仰的例子不就是类似吗？一个人诚心的相信上帝，是吧？非常真诚的相信，而且使得他的这个生活真的是从我们世俗的角度来看是很完美。对啊，那你说是不是虚假的？这个事儿呢，我只是想说宗教信仰有很好的效果，但他的这种价值观，这就是个大脑的偏好，就是大脑的偏好。关于大脑的事实，这个是科学的，是吧？大脑怎么进化出来？大脑怎么样结构？大脑会产生怎么样的偏好？但是你比如说像伦理概念、宗教概念呢，不同的大脑有不同的这个情感系统。这个差异太大，天生的差异太大，所以呢，在首先连这个词也这么都不能配个。什么叫做不同的大脑有不同的情感系统啊？大脑有啥情感系统？对，大脑有啥情感很简单，比如说我给你的脑动手术，你的情感马上就变了，这个东西是，这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个完全不能说明我把你大脑去除了，你啥情感都没有。是啊，所以这就属于大脑是吗？如果不属于大脑，那还属于大脑之外的吗？那不太荒谬了吗？这美它当然不仅属于大脑，我就想说明这个美呢，它属于一个社会。社会不就是大脑的群体吗？你看你总是在这个幻想出一个虚构的东西出来，一个神秘的东西出来。好了，社会难道不是大脑的群体吗？那社会是什么？社会。哎呀，没有任何进展，可以说，所以我就觉得很绝望嘛，对吧？我就是有时候听着我就觉得，就这些话题讨论了10来年、多少年之类的，好像还是在不停的重复。而且我有时候就觉得，哎呀，就是我要再重复呢，我也觉得我自己特别不好意思，是吧？对。就是，但是我能理解你这种看到一个愚蠢的人就不是，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就是也可能我是愚蠢的，这么简单，不是，也可能我是愚蠢的，对吧？不知道，就是有时候就指望着那个圣灵感动能够给我一个解决，就是像笛卡尔那样，忽然坐在床上想明白，哦，原来是这样，不知道，就是你呢，的确是应该多去琢磨琢磨，一个人怎么会。没有学物理学，更不懂得物理主义的时候，却能够承认一个解释是对的，一个解释是错的，会承认自己错，那当然更难。你哪怕好好的想一想，现实中一个人他是怎么一来，他就会觉得一种解释是不是对的。比如说灯突然灭了，我说呢，这因为我点烟了。然后刘畅说呢，可能保险丝烧了。你可以想1000种解释，这个标准在哪儿啊？然后呢，你比如说讨论人类发展到今天是什么生产力的解释啊，生产关系的解释啊，观念的解释啊，韦伯的解释啊，是吧？我们是怎么来讨论
哪个解释更有道理？我们永远追求的是一个更合理的解释，一个较为对的或较为好的解释。这个好当然就包括对在里头。至于说你要不要找出一个唯一的真理标准呢？而且是鲜艳的标准呢？这个你来决定。我觉得还是讲证据，就是说证据的东西就是这样。我们有大量的直觉的证据，比如我看到，我觉得地不动，太阳绕着地转，这也是一个很直觉的证据。这得一样一样说，一样一样说。我看到太阳升起来，这个是没问题。但是你讲到太阳绕地转和地绕太阳转，这是跟你看到的东西已经差别非常之大了。我的意思是说，你讲地球绕太阳转还是太阳绕地球转，这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参照系中的。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啊，就是说以地球为参照系，当然太阳绕地球转，但是所以就要说呢，为什么？对，我们为什么取这个地球绕太阳转这个参照系？对，当然它有它的理由，对，是吧？这个道理，但是它并不是那个真相。那什么叫有理由又不是真相？科学的结论就是综合了所有的理由得出来的结论嘛，这不很简单的吗？这个不简单。你看的觉得这是一个红色，然后科学家给你不是我觉得这样解释，这样解释，这样解释，你说哎呀我不信，那我也没办法说了，你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我没说我不信啊，所以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说。有的人好像要坚持两个自相矛盾的信念，它没有自相矛盾。太阳升起来跟地球绕太阳转，它并不自相矛盾。是啊，日常经验要跟科学综合起来，给一个统一的解释。那就问题就是说，你日常经验解释不了科学，但是科学可以解释大脑为什么有这种日常经验。所以今天的科学跟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可以解释人的思维过程本身是什么。大脑怎么活动？大脑有什么思想？所以，比如说，你看他不相信大脑，那就没话说了，是吧？就是说，大脑神经元是一个概念，然后这个概念可以表征对象。那这个你搞脑科学、搞认知科学都在研究这个嘛，是吧？大脑这一块神经元是表征这个对象的，这个信念是代表这个事实的。当然，这里就是说，你有一个解释的细节问题啊，解释的细节，那当然认知科学做不到，是吧？但是做认知科学的都是提供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认知结构，那这个都在做。我的书一整章都是写概念怎么表征嘛，那你就看看是不是有可能嘛，就是这么做的嘛，是吧？那认知科学家都是这么做的嘛，你们所以。我昨天刚刚我跟我们那些同学说，我建议他们都去选田地江的课。我说所有做哲学的都要去学一些认知科学，学一些脑科学。不学的话，你跟他没法谈，就好像跟那些相信什么圣诞老人、相信花仙子的人谈话，你没法谈是吧？你没意思，说的话就觉得没什么意思，这个话说下去根本没有共同语言。总而言之，对那种希望达到唯一真理的想法，我想说呢，物理真理跟生物学的真理就已经是两个事儿。我特别引用布列扎斯基的那句名言：如果不是从演化的角度看，那么生物的所有现象我们都弄不明白。就是说，你弄清了所有的呼吸机制、溶血机制啊等等，它是怎么工作的，但是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生物，它会用这种机制来工作。你有无数的实际上好得多的办法，而为什么它用这种方法来工作呢？当时的历史条件就是那样。这呢，就把时间不是物理时间概念就引入了，就是它必须引入。如果我们讲到人类生活也是这样了，当然要更复杂，就是说为什么关于人的一切思考都涉及历史？我总说嘛，王安石劝宋神宗变法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提出民主宪政的，是吧？就没有一种，就不能有一种这样的事儿吗？就是说，现在有一个国家要去治理，然后就我列一个表，国家治理的好要满足什么条件，
然后我现在手里有什么东西，就像做机器一样嘛，我没有橡胶，所以我做不出那种轮子来。但是我可以有木头，那我就做一个木头轮子，就是这种路子不行吗？这事儿呢也是值得想。实际上都是现在讨论的问题的背后的这个问题啊。我能想到2点非常重要的值得想的。就第一个呢，一个社会要达到什么目的，是吧？这个目的本身呢，它是历史的形成的。好，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呢，好，不管它是不是历史形成的目的在这儿了，比如说人民最大的幸福啊，或者等等等，这都有了。行，那么现在我们的条件全都输入 AI 就告诉我们说，行了，你现在目的确定了，然后呢，方法是这样的一些方法。这头呢，我们是达到了目的了，就有一点我们没达到，就是我们不理解我们是怎么达到的。这就是威廉斯所说的，我们不仅想达到目的，而且我们还想自己参与到这个目的的达到。比如说，我要想打网球冠军，你说 OK， 到手术室来一下，给你做成了，明天去你就拿到冠军了。我就觉得我不想要那个冠军，我是想要我怎么通过如此这般成为那个冠军。那么这里面的我在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不仅是我怎么训练我自己，而且呢是我明白我怎么达到冠军的，就是我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嘛，就冠军从来不是一个孤立出来的目标，那个目的就太外在了，对吧？这也就是钱吧，可能也只有钱，可能人会这么想，就是我管它怎么来的，突然中奖了，我就得了这笔钱。如果是这样呢，就是说他有一个教练，然后这个教练呢就给他安排了一个事无巨细的那个日程，训练日程，他就无脑执行这个日程，然后就成为了冠军。这个您能接受吗？就是说我不能接受啊，也不能接受。对啊，那个发条城的电影不就说吗？最后他怎么让他爱上贝多芬的呀？是吧？就他不知道他怎么爱上的。通过一系列的外部手段，使你所谓爱上了贝多芬，那就不是我们要说的爱嘛。是不是？确实不是，对。其实主要就是说，哲学没法真的科学化。哲学里什么是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呢？就是对这种人类群体心理的那种推测，就是像那种文化呀、政治啊这种群体心理的，因为这个东西没法用那种数据啊、科学啊做实验的方式去，甚至没法用经济学、社会学的方式去研究，所以就只能是做哲学的人在那里思辨。只能用哲学去研究。对，还是您这样的话，那我们做形而上学的这种怎么办？啊，那我形而上学就做形而上学人应该怎么样？应该去学物理学，学量子，学超弦，学什么圈量子引力，然后应该去做那些东西。对，你该退休了，你已经形成了对年轻学者的压制。是10年前我听叶老师课，我觉得叶老师也有变化，就是比那个时候更强。哎呀。说起退休，你说你愿意退休啊？等等，那个现在60岁是不是也有点太早了？对，我们刚才讲的都是我们的一般的概念思考。那么有没有更集中一点的概念思考呢？人们叫做形而上学的那部分，或者我们认为那个是最哲学的那个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说多了哈，我们作为哲学家的最与众不同的任务，
就是我说我的，不是说陆丁的，就是呢，对那些希望获得唯一的、鲜艳的、万事不变的、与我无关的真理的瓦解，来保护那些去追求具体真理的人的后顾之忧。就是呢，的确呢，那些在进行积极思考的人呢，总是在担心他的形而上学基础不够稳靠。我举个突出的例子，你像柏林，他一辈子都在研究自由问题，但是呢，他总是不忘了说，当然了，如果决定论成立，所有的这些都只是浮面的区别。因为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形而上学问题，就自由这事儿可能根本不存在，你去区分积极的、消极的，所有这些都是表面文章。你要说哲学家就是用来保护这些积极思考，而不是给他们下绊儿的人。看到叶枫这个人呢，就看到了你年轻的时候，那种辩论的激情，就比较认定自己的东西，没错。对啊，我就一直都挺喜欢叶枫的。你看那个闲言碎语的时候吧，他都不接话，可是一说起这些哲学问题，就特激动、特投入。咱就说这种人现在这么少，我就觉得珍贵。水是二氢一氧，这个是没问题。但如果你说红色就是光线反射，那么人呢，无非就是一堆原子。我当然不认同了，甚至可以说180度反着。这种想法既误解了世界，也误解了自我。